纯手工制作的鱼丸，想要一次性做成功，只要记住配方的比例，保你次次都能做出来像这种非常有弹性，而且吃在嘴里特别的滑嫩，一根刺都没有。老人和孩子吃呢也比较放心。同时呢还带来经典淮扬菜五彩炒鱼丸的做法。本期视频较长，请耐心观看。嗨，大家好，我是谭光灿。今天呢我们买了2个这个花鲢的鱼尾巴呢，我们来制作鱼丸。这个鱼头呢，通常是被商家呢卖去给这个酒店啊，做鱼头汤或者是都叫鱼头了。剩下来的鱼尾巴呢非常便宜啊，2个呢大概15块钱左右。接下来呢我们来制作鱼丸。首先呢第一步呢是分割取鱼肉，从鱼尾巴的一端呢贴中骨，将刀身平移至尾部，这样可以轻松的取下一片鱼肉。另一半呢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这个鱼尾巴呢是商家提前杀好的，鱼鳞呢一定要去除，然后呢我们清洗干净了就可以了。剔下来的鱼骨呢我们可以做红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取鱼肉，首先呢是将鱼腩骨去除掉，然后从正中间的位置呢切到鱼皮的位置，不要切断，像这样可以看到鱼红呢就可以了。随后呢将它拉至刀板的边缘，刀身倾斜45度，然后着剑放平，2只手配合，握鱼的一只呢向后拉，刀身呢向前推，这样一来呢可以轻松的去除鱼皮。另外一半呢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处理下来的鱼皮呢也可以作为红烧。花鲢的刺太多了，要想吃的放心呢，我们肯定要把刺去掉。那么我们首先要找准鱼刺的方位。花鲢尾部的刺呢基本上是分布在它这个皮下层，是有鱼红的这个位置啊，非常的好找。去除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我们从正面有一条白杠的中间位置呢下刀倾斜45度，用刀呢一直向内片，在片制的时候呢一定要轻当刀身碰到鱼刺的部位呢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继续的向前推，这样一来呢这个鱼刺呢全在这个下面，刚才取下来的一片鱼肉呢就没有刺。那么另外一边呢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剩下来的底部呢这里有一排小刺是非常容易去除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小刺的底部呢将它片除。大家看一下啊，这是片除下来的鱼刺。另外一半呢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剩下来的底部这一块肉呢上面有很多这个鱼血，也叫鱼红。鱼血放在里面呢比较腥，而且做成颜色呢会发黑。那么我们从上面呢用刀将白色的肉呢剔除下来就可以了，剩余的鱼红呢就不要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取下来的鱼肉呢就没有一点刺我们将它斜刀呢随便切碎一点的都可以大家呢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上面都是没有刺的。另外一块肉尾部呢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从中间呢这个骨头的部位呢向内滑，取下鱼肉就可以了，然后去除刺。那么我们重复前面的步骤呢，将鱼肉取出，去除鱼皮、鱼骨、鱼刺以及鱼红。最后呢我们得到了550克的鱼肉，也就是1斤1两的鱼肉。随后呢我们用清水呢将鱼肉清洗干净，然后将水龙头调至这种小小的流水，冲至15分钟，去除表面的鱼血，让我们的鱼丸呢做出来更加的好看洁白。鱼丸要想做得好，水和鱼肉的比例呢一定要搭配好。1斤1两的净鱼肉，我们需要加入800克多一点的水，也就是按照1斤的鱼肉搭配1斤半的水。随后呢我们再准备一些生姜和大葱。生姜呢一定要去皮清洗干净，然后拍散。大葱呢我们尽量选用葱白，因为葱叶呢有颜色，也是将它拍散之后呢粘成碎段。最后呢全部统一的放入刚才称好的这个清水中，然后用手呢去抓按葱姜，将葱姜汁呢挤入水中。做鱼丸呢不建议把葱姜切成细末加入这个鱼肉中，因为那样呢做出来的鱼丸的颜色呢就不好看了，不白。泡制约15分钟之后呢，我们用蜜漏呢将里面的葱姜全部挑拣出来丢掉不要，或者是留着烧剩下来的鱼骨也可以。再将冲干净血水的鱼肉加入这个料理机中，在加入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将鱼肉的水分呢把它挤干，再将调制好的葱姜水加入这个鱼肉中，全部加进去一点都不要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加入精盐，我们按照1斤鱼肉加25克的盐来加。在这个时候加盐呢，主要的目的呢是让这个鱼肉更好的上浆，而且呢我们用那个料理机呢尽量不要用破壁机用料理机，因为这里面已经没有鱼刺了。把这个盐加进去呢，它就直接可以在料理机中上浆。好，盐加完之后呢，下一步我们盖上盖子，紧接着我们按下开关，打至1分半钟。期间呢我们可以停留一次
但是停留的时间不要太长。这样一来呢，是直接可以把鱼肉打至上浆的。好，大约打至1分半钟以后呢，我们将料理机打开，用手去摸一下啊，这时候鱼蓉呢已经非常的有弹性了，说明它已经上浆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挖一点鱼肉，直接放在水中呢，它是漂浮在上面的，而且呢还不会碎。夏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天热，这个鱼肉呢不容易上浆，我们可以将它的盖子打开呢，放在这个冷冻的冰箱呢，去冰15分钟，让这个鱼肉降温，它就是比较容易上浆了。1斤的鱼肉呢，我们加入3颗蛋清，剩下来的蛋黄呢，我们可以留着炒菜或者是烧汤都可以。鸡蛋呢，我们直接打入这个手指缝中，让蛋清呢从这个手指缝中流出就可以了。然后呢，用一根筷子不停的高速旋转，这个得至少30年单身的手速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比较消耗体力，需要臂力啊。中间呢尽量不要停顿，正常的话呢需要打至5分钟左右呢就差不多了。如果家里呢有这个电动的打蛋器呢是更好了。我们给它打到什么状态呢？啊，从侧面是看不到这个蛋液的。然后我们将筷子呢插进去，它能矗立不倒，这样呢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一个大点的容器，一定要用纸呢将里面的水分全部擦干净。随后呢，我们将冰了15分钟的这个鱼蓉呢加入这个容器中。1斤的鱼蓉，我们需要用到80克的玉米淀粉，一定要用玉米淀粉啊，马铃薯淀粉不行，山芋粉呢也不行，做出来呢没有玉米淀粉的效果好。再加入3颗打发的鸡蛋清，再加入约15克的食用油。加打发的蛋液呢，可以使这个鱼丸更加的蓬松，吃起来呢口感比较好，个头呢会比较大。加食用油可以使鱼丸更加的滑嫩。我们一定要记住刚才料理机转动的方向啊，不要转反了啊，统一呢是顺时针。也就是说，刚才料理机的方向是向哪转，我们的手呢就是向哪转。用手呢将玉米淀粉和这个蛋液呢完全的打入这个鱼蓉中。打进去之后呢，放一点在这个手掌心，来回的翻动，它不会掉呢就可以了。下一步呢，我们来煮制鱼丸，一定要冷水下锅啊，准备1锅冷水，双手呢先蘸满水，手呢一定要湿润，用一个家用的普通勺子，也是将它蘸一点水，一只手抓一把鱼蓉在掌心，大拇指不停的上下拨动，这样做出来的鱼蓉呢比较光滑。然后挤压成差不多大小的形状，我们用勺子呢将它挖出，放入冷水的锅中。这样一来呢，一个鱼丸呢就制作成功了。我们将所有打发的鱼蓉用同样的方法呢制作成鱼丸。制作鱼丸的大小呢，大家可以自己定，可大可小。我制作的这种像鹌鹑蛋一样大小呢，大概可以制作150个左右。当鱼丸下去的形态不规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勺子蘸一点水了。当然呢，我这种手法呢是比较笨的，因为我不经常做鱼丸。这些呢都是在学徒的时候呢跟师傅学的。如果大家呢有好的方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呢给我留言。如果我们用的锅不大呢，可以分2锅来煮制，但是的前提条件下呢，一定要用冷水，直到这个锅中呢没有空隙呢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点火煮制，锅中的火呢不要大。煮制鱼丸呢，一定要慢慢的小火把它养熟。持续的大火煮制呢，会将没有成熟的鱼丸呢冲碎。当锅中的水呢只要一烧开，我们就立马关火。上面呢有少许的糊沫呢是不要紧的。关火以后呢，用勺子的底部不停的转动，让每一个鱼丸都能均匀的受热。接下来呢，我们将煮熟的鱼丸呢用漏勺呢捞出来，放入旁边的清水中呢去清洗，并且呢过凉。在捞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别把它捞碎了。下一步呢，我们将它放在清水中呢去冲洗，将里面的糊沫呢全部冲洗干净。大家一次性做这么多的鱼丸呢，肯定是吃不完的。那么怎样去保存呢？我们将它放在这个清水中，放入这个保鲜冰箱呢，可以正常的保存7天。期间呢，我们尽量每天呢将它换一次水，但是一定要切记啊，不能冷冻。这样做出来的每一个鱼丸都特别的有弹性，而且呢吃在嘴里一根鱼刺都没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制作一个经典的淮扬菜五彩炒鱼丸。锅中烧水，下入鱼丸，再下入提前准备好的配菜：木耳、青红椒以及蒜黄。这个鱼丸呢是刚做出来的啊，我们简单的煮制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放在冰箱中呢，我们需要提前将鱼丸煮1分钟，再下配菜。随后呢，倒出控水，锅中呢再次烧热，加入提前熬制好的葱油。
5利用抽热的油温，我们将鱼丸加入锅中。紧接着，我们溜入小半勺的清水，因为这个鱼丸中呢本身有盐，我们只需要加入一点味精提鲜。最后呢，咱们再加一点白糖。不喜欢吃味精的同学呢，也可以不放。最后呢，咱们溜入水淀粉勾芡呢，即可以出锅装盘上桌食用了。一款非常好吃的鱼丸就制作完成了。那么咱们的技术总结呢，就是1斤鱼肉配1.5斤的清水，25克的精盐，还有80克的玉米淀粉。炒好的鱼圆呢，我们撒一点黑胡椒，味道非常的棒。另外呢，这个鱼丸也可以用来煲汤或者是煮火锅都可以，老人孩子可以放心的吃，一根鱼刺都没有。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请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谢谢，咱们下期视频再见。